吓死了！你为何不躲去大梁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薛家的危难还没解除呢。宫里的情势怎么样？还是公子厉害，用尽方法夺得家弟的信任，还有望治疗家弟。薛有寿埋伏在家弟身边，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另外一个目的，不然公子还能有别的目的啊？你要知道，薛有寿冒充了你的公子，不知作何感想。他现在还不是揭穿他的时候。可惜我现在看着凤儿，却想不起一丝过往。我那日原已受命取你们薛府全家的首级，因公子说，皇上不能沾有血光之灾，此事才已搁置。之前家弟病入膏肓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因公子妙计，近日身体有所好转。看来薛家脱困的关键是要家弟恢复真正的健康，让太子长大成人，继承皇位。不错，公子独自苦撑，怕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你天天公子长公子短的，当我不存在啊？你凶什么凶啊？我没凶，我只是提醒你，还有个睿智的我呢。你现在就知道那个假公子，却不顾站在你面前的真公子。罢了，目前帮他也就是帮我自己。一人计短，两人计长。给你看个东西。哎呀，就知道你不务正业。说早了，还有。你看，僧服、道士服、西洋服一应俱全，随便披上哪件都有模有样。这个就叫学贯东西。特别提醒你，你跟那个薛有寿在宫里，给我保持距离，别让人看出来。还用你提醒啊？自然要提醒了，你跟他那眼神，暗送秋波。你自己注意啊。我看你的眼神才是暗送秋波吧？是啊，我就暗送秋波，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不然我为什么躲起来？万一被别人看见我喜欢你，不就穿帮了？油嘴滑舌。你真的有了公子，就不要我了。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？计划嘛，就是没有计划。啊？嗯。陛下，经过臣一天一夜的驱邪，现在从星象上来看，薛家的邪祟已经去除大半。接下来，臣将协助您激发龙体的清气，彻底去除您体内的病垢。仙人，朕的身体真的可以康复吗？公子，
你要对陛下进行心理引导，让他确认自己就是名正言顺的真龙天子，让陛下内心愉悦。陛下，您看这颗西洋水晶球。仙人为何突然激动？陛下，我从水晶球的光芒中看到了您非凡的领导能力。您就像那璀璨的阳光，在人群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让人不由自主的敬仰和追随。您的每一个决策都影响着天下苍生的福祉。您的智慧和勇气，就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石啊！果真如此。但是，我在这光芒中看到了您的一丝忧虑。由于您对自己要求过于完美，要求太高，当然，这也成就了您的伟大。但是，您过度焦虑，过于勤于政务，让您焚高继鬼呀！仙人所言极是，寡人经常夜不能寐呀。我从这颗水晶球的光芒中看到了您的热爱，它将推进着您不断前行，走向更辉煌的篇章。朕的未来会更加辉煌。要让他相信，他的统治会千年万年。陛下，我从这颗水晶球的光芒中看到了您的统治，就像阳光一样，生生不息，会如阳光普照，千年、万年。听仙人一席话，寡人豁然开朗。这也太大了。哎呀呀！哎呦！哦，陛下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好厉害呀！陛下内力如此强韧，这是社稷之福。厉害厉害！公子，看你一下午在这儿摆弄，还看什么影子？是要弄皮影戏吗？不是，就是西洋的一个小测试，可以通过它进行卜算。这么神奇，我能试试吗？可以啊，你来我这儿，你坐下，你把手放到纸上。现在呢，我用毛笔
勾勒出你的掌印。公子好惬意啊！你是何人？一把年纪了，好不懂规矩，擅闯私宅。花姑娘勿怪，自己人。谁跟他是自己人？是啊，既不是自己人，却无礼擅闯，白长这么大年纪了。啊！妈呀！你先把刀收了，快吓人了。这小姑娘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家地的诊疗方子，我请华姑娘回来帮忙验算一下。什么验算呀？需要拉拉扯扯的？哪有，就画个手印。来，你过来看。你坐下，你把手放在纸上。我现在用毛笔勾勒出你的掌印。画掌印一定要挨这么近吗？这个就是诊疗的关键。看出什么了？你看啊，你的命运充满了曲折而又困难，这说明你的人生充满了挑战。但是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从无退缩，总能用你的毅力和智慧去克服困难。说的这么准啊？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出现了，对吧？你这不明知故问吗？是啊，你现在有了公子，你都忘了我了。但你不仔细想想，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到底是谁？你看人下菜碟，胡编乱造是吧？哪有？这诊疗方子就是这样，关键就在这里，它就是根据人的现场反应临时胡编。薛有硕那么擅长坑蒙拐骗，一定可以。公子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人啊，是会变的。你跟他多年未见，你看你，现在你成了家帝的棋子，差点和他以命相搏。而你的公子呢，一开始就对你隐藏了仙人的身份，说明他一开始就不信任你。你要真心帮他，可得当心啊。公子只是为人谨慎，哪像你呀，三心二意。是啊，我自知不如他，所以我自愿的退出这场感情的争夺。华姑娘呢，是张老的孙女，也是祖母给我介绍的良人。你既然现在已经找到公子了，我就不继续缠着你了，这样显得我太强人所难了。人命关天的时候，你还有心思儿女情长？哪有？我没耽误正事。你看，诊疗方子不出来了？
陛下，您看您这手掌轮廓，命运线曲折又坚毅，这说明您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挑战，但您的意志力超乎常人。一个手掌轮廓，就能看出这么多？手掌轮廓对叠3次之后，依旧清晰，表明了面对险境，您从不退缩，总可以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智慧去克服。有国君如此，是国家之福，百姓之幸啊！这为了这江山社稷，真的是付出了太多。陛下，将其揣入怀中，代表着天下都在您的掌握之中啊！凤儿怎么看上去闷闷不乐的？这些装神弄鬼，真的只是哄人开心吧？还不是骗人？哎，都是权宜之计呀。没错，哄骗终究不是长久之道。自然。这次多亏了凤儿，里应外合。对了，你有想过今后如何生活吗？我想过，今日正是中秋佳节，当日我们分开，也是中秋。这次难得重逢，我再也不要和凤儿分开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希望每一个中秋，你我都能一起团圆。公子，等我们安然脱险之后，再谈这些吧。好，那我送你一个礼物。我看你最近总是心神不宁，这里面我放了一些安神的草药，你带在身上，能轻松一些。多谢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们终究会走向圆满的。公子，中秋佳节喜乐。花间一壶酒，正适合两人对饮。公子，我先敬一杯。好啊，华姑娘。
一杯敬明月，一杯敬故乡。我这杯先敬华姑娘。公子好文采。要不华姑娘先喝？好。公子，这中秋佳节，公子的心上人怎么不伴左右？不说这个。今夜我们共醉，不负清辉。好。华姑娘请。这酒量。好你个薛和胥，我百里佳节给你送家里的美食，你倒好，有家人相伴，乐不思蜀。等徒子，居然要轻薄人家，趁着人家姑娘对你有好感，你就花言巧语的哄骗姑娘。华姑娘，我心早有所属，只是我不确定那个人他喜不喜欢我。可我心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一个人的真心可贵。可华姑娘的真心，得留给珍惜你的人。你怎么来了？祖母担心你，让我给你送点吃的。走吧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唯愿在贫家团圆过朝夕，幸好有你，还有祖母。啊，只是有寿的孤单一个人，难怪。难怪什么？他的意志常人不可及，心思高深莫测，不站在他的位置上，很难看清他要做什么。难怪他宁愿送死，也不继续躲着。想出去吗？低调就行。想去哪儿啊？我想去你和公子生活的别院看看。为什么要去那儿啊？我想知道我输在哪儿。想去哪儿啊？我想去你和公子生活的别院看看。为什么要去那儿？我想知道我输在哪儿。你要去，我自然会带你去。你别说那些不害臊的就行。好啊。是这里吗？
想荡秋千吗？走，跟我来。准备好了吗？走了。当年，你和你的公子就生活在这里吗？嗯，我和公子只能待在这儿。那你们中秋也是在这儿过的？嗯。我站在我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地方，听着我爱的人说着我和他的往事，却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。因为这里一丝一毫我都想不起来。为什么遗忘能这么彻底？为什么又要我在此局面下得知真相？谁能告诉我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什么？没什么。不要忧心，一切都可以撑过去的。轩轩好。轩轩，刚刚这个乞丐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怎么那么像古千夫啊？连贱嗖嗖的感觉也像。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呢？轩轩好。轩轩好。轩轩，轩轩好啊！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容易死。你怎么对他一言一行那么了解？我是密探，记住别人的容貌特征，易如反掌。哦，那我接受。我去试试他。轩轩好。轩轩好。哎，小子，你是古千夫吗？我是薛和旭，还记不记得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古千夫。你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，可以跟我说嘛。来，吃挂饼吧。3天了都。没错，是我就是古千夫。怎么可能？古大哥的身手那么好，怎么会被乞丐抢东西呢？而且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认。不是，我真是古千夫。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承认自己的身份，更加不可信。哎，不是，我说我是古千夫，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我在大街上偷你妹妹衣服。死变态啊你！跟他废话那么多干嘛？那，别再捉弄他了。谁让他以前跟你作对，还给你下过药？幼稚。喂，你们当我存在一下好吗？
我是你们当中的一环吗？要不然我们3个一起过好了啊！走。别烧！别烧！别烧！古千夫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千里迢迢从女魔头眼皮子底下把前朝太子带回来，为了引开他注意，我还特意献出了我娘留给我的2颗珍珠。我都这样了，居然还要扣我月例，说我没有权钱，我是在追凶啊，大哥，怎么可能权钱？怎么鬼鬼祟祟的？我的月历就从这儿补回来吧。怎么静安寺还有密道？愚蠢之计！你怎么能找到古千夫呢？我本不想让静安寺插手此事，放重金聘请外面的杀手，没想到你层层外包，最后找到古千夫。他但凡有点脑子，便能猜到是谁请他杀的人，太能参透其中暗藏的玄机。是太师找人杀的薛和旭。太师一直要杀的是前朝太子，为何要去杀薛和旭？难不成，难不成薛和旭和太师府里的小妾偷情？如此有节奏，像是什么暗号？暗号？没有暗号。没错。暗号就是没有暗号。大家同行乐长，杀我古千夫，下手需要那么狠吗？还派2个人，到底贼狠呐！你看你给我哥俩削的，你再说你真说是同行，你要那么讲究，你都不能挺这么长时间。杀手何苦为难杀手啊？再说了，谁支持你，你打谁呀？啊，你看啊！你抡他呀？你抡我干啥呀？失手！哎，你还敢躲？快走！
干他！呀！这药太猛了，你还有啥遗言？我告诉你，快说啊！遗言没有，要改疑问。你们俩执行同一个任务，钱怎么分？当然是5-5开了。错了，依我看，你2人的实力3-7分更合理。你别搁这挑拨离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俩的水平最多6-4开。对呀，那肯定。哎，凭什么我4你6啊？那怎么还我是你6啊？啊，你这出你倒半天，那怎么着？换上了我你啊！上个月业绩比你高，谁几斤2你还不知道啊？哎，你给我这，我这你好，你别别捂着了，你小子溜太快了。人呢？追！人呢？猪！这骂谁呢你？我没跟我骂你啊！现在咱俩赶紧找个猪放点血，对付咱俩叫才得。这玩意儿给点钱，咱俩犯不上追。车子，这边。哎，等等我啊！我这一生为静安寺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岂料却落了个如此下场，将我弃之，尚且忍了，我的养老金都不给我，这实在是忍无可忍。我的3000两养老金呐！我的3000两养老金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先把他带走吧。我的3000两养老金，3000两！我的3000两养老金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周太师要杀他灭口。 3000两养老金！喂，你们2个不是男女主角吗？能不能有一点男女主角该有的美好品德啊？我都这样了。看在我们多年对手的份上，我肯定会照看你啊。看在你给我搓过背的份上，我也会照看你的。一日一起搓，终身一起搓。静安寺能杀你1次，就能杀你第2次。嗯，不如这样，你来我们薛家，我会收留你。你想帮我，我很感激。但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我所有的不幸，都是你们薛家人造成的，所以，我是不会接受你们的帮助的。而且，你收留我，是想让我供出周太师的一切吧？我就说古大哥聪明，想都不要想。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要不你来试试？跟他们薛家呢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做我们这行的呢也不是那么没原则。我们雪衣卫一辈子和静安寺作对，你跟我说吧，我帮你报血海深仇。你少来啊！谁不知道你们俩一丘之貉？多读点书吧你！别霸凌了！哎，又逃了。这样，分开找。周太师必然是在背后密谋什么，
他肯定知道，所以逃了。谁先找到，算谁赢，怎么样？好啊，那赢的人亲输的人一口怎么样？下流。输的人主动亲赢的人一口。卑鄙。这样，你先躲好，我一早得进宫面见圣上。好啊，注意安全。这个时间，陛下不应该在这里啊。陛下，这是御膳房准备的红枣桂圆粥，以黄芪、当归、桂圆以及红枣为主，专门为陛下调理脾胃、补气养血的。虽然陛下已无大碍，但是陛下勤于政务，还是对龙体有所伤害呀。为了固本培元，所以臣还将进献3颗赤灵丹。陛下，请每日服下1颗赤灵丹，可延年益寿。有劳先人了。为何还进献丹药？我们没有说需要丹药啊。只是普通丹药，不然凤儿以为是什么？这个叫做赤灵丹，是用名贵的药材和金箔经火炼而成，可以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许多的贵族都在服用。凤儿是怀疑我下毒了？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？是有人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？没有任何人。我只是好奇，公子为何要给陛下献药？凤儿，我是一个神棍，我不用这种偏方，家弟怎么会相信于我？你在家弟身边多年，难道还不知道帝王的心思吗？这个丹药，只是为了让他安心罢了。
公子有任何事，都可以和我一起商量。凤儿为什么不直接问我？你给我的诊疗方子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。果然，时间会改变一切。只怪我们分开太久，你现在成为了他的爪牙。家弟也视我为心腹大患，可是我对他又何尝不是呢？别说我没做，哪怕是我做了，那也是情有可原啊。公子光风霁月，绝不会做出如此下作之事。如果我真的下毒了，你会去告发我吗？那样的话，家弟会给你加官进爵，我绝不怪你。如果要死的话，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上。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凤儿，我最怀念的，就是当初你站在我身边的样子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古千夫，你还打算躲到什么时候？周太师让你像丧家之犬一样东躲西藏，还要置你于死地，你不想反了他吗？哎，算你赢我赢，我赢吧。哎，已经知道你们俩是一对了，回家秀可以吗？古千夫，周太师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如此愚忠？我跟他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太师一定会再召见我的。召见你？从你假死到现在乞讨为生，召见过你吗？哎呀，你上次得以苟活到现在，但下次就不一定了嘛。你可曾听说过周太师手下能有善终之人？你还要执迷不悟啊？周太师一直在剥削你的俸禄，这样没有钱的日子，你还要忍多久？哎呀，你现在不仅身无分文，你还在这儿乞讨，他们连你3000两的养老金都给扣下了，多惨啊！别说了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拜周太师所赐。我要去告发他。宫中深得皇上信任的仙人，就是薛有寿。能不能说一点我们二人不知道的？我第一次见到薛有寿的时候，是在2年前，太师府。这你们不知道吧2年前，公子和周太师怎么会认识啊？
这不可能啊！公子从没跟我说过。2年前，就是我跟有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难道那个时候他就……听我说完。2年前，周太师就调查出薛府有500两银子的异动，于是就派我南下调查，我就一路追踪，找到了薛有寿。我见他装神弄鬼，煞有其事，不管他是真假太子，且带回去给太师发落。结果没多久，宫里多了一位仙人，就是薛有寿。那周太师杀你之前，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？第一，私下找人弄你；第二，前一阵子，凤族人女婿南方找前朝太子的时候，周太师也派我去了。我发现，居然又是这个薛有寿。我就又把他带回了太师府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周太师秘而不发。第三，我目睹薛有寿上门去找周太师，还说什么计划继续。我们计划继续。没等听完，我就被他们追杀了。周太师和公子串通，你怕不是记恨周太师在这胡编乱造吧？我亲眼目睹的。薛有寿先是故意冒认公子，如今和周太师狼狈为奸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他拿到了我做的丹药。你疯了！你知道他跟皇上是什么关系吗？太师，他有原则，有底线，这些我们都没有。哎呦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我不想。你放心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他都会为我们做事。陛下，这是御膳房准备的红枣桂圆粥，以黄芪、当归、桂圆以及红枣为主，专门为陛下调理脾胃、补气养血的。为了固本培元，所以臣还将进献3颗赤灵丹。陛下，请每日服下1颗赤灵丹，可延年益寿。红枣桂圆粥和赤灵丹，一个性凉，一个性热，两者相冲，加在一起长期服用，会对5脏6腑产生伤害，甚至中毒。所以才不怕我拿丹药去检验，连御厨都是他的人。公子和周太师要一起谋害陛下，你也想到了？值得他花这么多心思，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利益可图。有道理。凤族人，你还想不通吗？你扪心自问一下，如果这件事情换作是其他人的话，
你还会这么坚持吗？对。算了，不说了，自己慢慢想吧。哎，怎么走了？哎，有话好好说嘛！哎，喂！倒是你要去查查，这该死的人是不是真的死了，不然他不会怀疑到我的身上。我的人也不瞎，他们办事不会出错的。那就好。淮西水灾的折子在路上走了3天才到朕的手里，3天呐，这得误了多少人命！现在就算是把那些误事的官员都给朕砍喽，也难解朕的心头之恨。传旨，淮西明年的税赋全部免收。是。你说我跟他生什么气？他维护公子，不就维护我吗？我吃什么醋？真没什么好吃醋的。我小气，他小气，不可能啊！公子，更生路重，切勿着凉了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，别客气。哎，万万使不得。哎呀，真的使不得。公子穿上吧。男女授受不亲啊。太冷了，公子，你就穿上吧。像我这般武力高强、重情重义、专一之人，却落得个单身多年、穷穷极力。这样的浪荡子，左拥右抱，知己在旁，着凉怎么办啊？没天理！哎，不用。来，穿上。古大哥，终于来了，走，请。啊？花姑娘，古大哥身子弱，给他穿吧。啊？你看，这虚的都翻白眼了。你有病吧？一件破衣裳。我瞧这天气也不是很冷，多穿怕是会热的。谁稀得穿呢？唉，我堂堂静安寺总长，如今却没人疼，没人爱，还得东躲西藏，没天理。跟你也差不多，我在外头和死人没区别，不也是东躲西藏？哎，你跟死人还是有区别，死人没你话多。哎，大柱，我跟死人区别很大的，我要真死了，我的话比死人还多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今咱俩都是假死之人，想来也算投缘。你们两个既然这么有缘，何不同生共死，做个真死之人？顾大哥，你真厉害！起开！你们两个，一个拖拖拉拉，跟小姑娘相个亲都磨磨唧唧的，还有你，絮絮叨叨的话这么多，老娘早就想杀你们了。哎，你身份是假的，我，你被人收买了。他哪有那么多你我他？你只要知道今天是你们死期就够了。你哪路杀手，敢在我古千夫面前班门弄斧？区区2两银杀手，又有何惧？哎，你，薛有旭，你先走，不用管我。哎，真走啊？你好歹装一下呀！哎呦！算你够义气。我也不想的。一人一个。什么情况？哎，长老，你会说话？我只跟将死之人说话。
让你见识见识2两银子杀手的实力。哼！救命！薛去！救命！喂，来，没事吧？我想起来了，薛和旭抢了我的玉佩。什么？薛和旭抢了薛和旭的玉佩？薛和旭，凤儿，樱花，外面樱花烂漫处，我却不能为你种一棵樱花，我只能为你画一幅樱花。酿一壶樱花酿，还有做一盘樱花糕。让我在风筝上为你画上粉色花瓣。等风筝飞上天，便如樱花飞舞。这是我与公子的对话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那年，我们一起躲在书房里，我说你害怕，你就咬住我的手。公子，我害怕，害怕就咬住我的手。公子，外面好好看啊！凤儿，小心点。公子，我们坐在树上就可以看到外面了。你也上来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把公子的父亲留给公子最重要的东西弄坏了。一块玉佩而已，没事的。喏，给你吧，这样正好，我们一人一块，日后你我分开也不会认错。凤儿永远不和公子分开。家弟登基后，母后带着我来到别院居住，用软禁自己也软禁我的方式，让家弟放心。母后以为这样，她就会真的放过我，在那方寸天地，我只有你一个朋友。谁知家弟依然不肯放过我，让杀手乔装成山匪，将我们全部灭口。大胆贼人！别挣扎了，小殿下。哎，干什么？这小子现在是我的了。明明是老子先抓到的。走，跟我走。哎呀，好了，当务之急，先把他杀了领功。行。哥哥，你刚刚不是说我告诉你我藏的金子在哪儿，你就放过我吗？你怎么出尔反尔啊？什么金子？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！你别听他胡说，他骗你呢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想独吞了吧？哥哥，你杀人就算了，还骗自家兄弟。放屁！
3岁小孩都知道你的计谋，快说，黄金在哪儿？我都说了，我不知道。哥哥，我告诉你吧，只要你肯放我走。来。哎，说完了，放我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啊。等会儿，你是真没听到，还是装没听到啊？你想独吞黄金？贼喊捉贼的人是你吧？快说，黄金在哪儿？咱们兄弟一场，你不相信我，你觉得我独吞黄金？哎，你们可别打起来了，不然谁有闪失，金子就可是另一个人的了。金子，对不住了，兄弟。别跑！殿下，嘘，定元侯救驾来迟，跟我走。我不走，跟我走，走。殿下，今天开始，先在此处安养，日后再做打算。我叫嘉寻，我叫何旭。嘉寻，这个玉佩真好看，能送给我吗？别的我都能给你，唯独这个玉佩不行。这是我和凤儿的信物。凤儿是谁啊？凤儿是我的好友，可是我和她失散了。我也是你的好友，我还是专门陪你玩的。还有我，不行，还给我！拿来吧你！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你是何人？我又是何人？我在何处？他失忆了。你是我的孩子，叫薛和旭。刚才你落水了，我们把你救了上来，没事啊。爹。哎，从那以后，我成为了薛和旭，而那个真正的薛和旭，就变成了见不得光的嘉寻。我才是前朝太子，真正的嘉寻。那薛家上下，竟无一人能认得薛和旭。你忘了，当时搜查资料的时候，上面写着薛和旭当年在乡下养病，直到10岁才重新回到薛府。东阳痴傻认不清人，薛暖暖那时年幼好糊弄，而柳娇倩是后来才过的门，自然是不知情。所以，哪怕我们忘了彼此，命运也会把我们推到这里，让我们相遇。我知道你们很感动，但是你们先别感动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继续感动。
们俩抱了一晚上了，抱够了没有？你们俩抱了一晚上了，抱够了没有？没有。你要是嫉妒，你就自己找一个。薛有寿，应该说是真正的薛和旭，他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一切，可见他的心思不是你我能估算的。如今他又联合周太师，怕是有一番大作为。我还发现薛有寿还联合御厨，给皇上下毒。这恐怕是周太师幕后指使的。薛有寿顶替了我的身份，欺瞒家弟，而周太师明明知道我是前朝太子，还决定秘密处死我，还伪造了画骨石人的画像。他们欺瞒家弟，还给家弟投毒。等家弟一死，他们的目标一定是皇位。等圣上并天，周太师便会公布，薛有寿才是真正的太子。薛有寿登基，顺理成章。不能让他的奸计得逞，我们得阻止他。你会去吗？他们互相残杀，可是正中了你的下怀。古千夫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家弟追杀你，薛有寿冒认了你的身份，还差点抢走了你心爱的女人，你应该对他们恨之入骨了吧？我若是你，我就等薛有寿毒死了皇上，再出来公布自己的身份。一石二鸟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想不到。公子当年受尽苦楚，又失去记忆，好不容易有了几天安稳日子，却要受到我和古前夫的追杀。此时此刻，若连我都逼他，他便再无可以依赖之人。如果想不到，就不想了。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凤儿，谢谢你。又来！这个地方很危险，你这个前朝余孽，还是随我先去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然后你们两个再慢慢谈恋爱，好不好？他说的对，你先和古千夫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好。走了，还看？我要先阻止薛有寿继续下毒。别动！凤大人，您干什么呢？陛下，幸亏老臣发现的及时啊，才没有让凤作人得逞。想来凤作人对陛下早有二心，想和薛家串通谋反呢。
周太师有这等时间陷害我和薛家，何不仔细查查陛下为何用药已久，身体却每况愈下？这药都是薛家进献的。之前的药，太医局怎么说？回陛下，经太医局查验，查明药物本身并没有问题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太医说了，药没问题，是陛下您的脉象有问题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脉象没问题，那还能叫病人吗？再说这药可是年前薛家进奉的西域药材。依微臣看，这件事最有可能的就是薛家窝藏嘉寻太子，暗生谋逆之心，又在进献的药材中做了手脚，毒害圣体呀！你血口喷人！薛家竟如此大胆！陛下您别忘了，这凤佐人现在是薛家明媒正娶的心腹。可刚开始明明是陛下派他去监视薛家的，可他现在全然向着薛家说话，定是早就被薛家收买，串通谋反啊！请陛下明鉴。不好！陛下，您看此乃何物啊？陛下，这是跟薛家一样的西域药材啊！这弑君的女魔头一直在毒害圣体呀！那香囊竟是她的诡计。我看你最近总是心神不宁，这里面我放了一些安神的草药，你带在身上，能轻松一些。多谢。我说过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最后都会帮我。邪祟不得入侵陛下圣体，反贼，你可知罪？传朕旨意，解除凤佐人血衣卫兵权，即刻起，血衣卫由静安司接管，将凤佐人、薛家统统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怎么了，凤佐人？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郡主，凤佐人，你这是想抗旨吗？学主执掌血衣卫多年，克己奉公，一直乃我等之榜样。若是有人要用那莫须有的罪名扣押学主，我等绝不答应。速去通知薛家，宫廷有变，有旨要薛家满门入狱。是，学主。周太师指鹿为马，构陷我与薛家谋反。现在我便要清君侧，免得陛下日后继续被奸人所蒙蔽。罪只在周太师一人，其他人等莫要执迷不悟。好你个凤佐人，
竟然在这颠倒黑白，莫要听他胡说八道。皇上有口谕，捉拿奉佐人，有立功者连升3级。雪衣卫听令，有。防卫4周，等我拿下太师人头。是。都怕什么？雪衣卫全体，你们要负隅顽抗吗？等一下，不对，现在我雪衣卫武力抵抗，坐实了谋反罪名，还可能让所有人随我一同被困，让皇上身边再无保护。这是个圈套，我不能上当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跟你走。雪衣卫听令，我不在期间，雪衣卫暂由静安司接管，待陛下理清头绪，自会放我归来。拿下！速！居然让他跑了！走，去赶紧回禀太师。走。薛侯爷，别来无恙。末将此次前来是为了薛家谋逆一事。哎，圣上下令将薛家下狱审查，末将只能公事公办。嗯。走了，来迟一步。说出逆贼下落，我给你留一条全尸。逆贼不就在我面前吗？他这是老母猪拱地嘴硬啊！打他！是。薛富贵，你窝藏逆贼多年，如今全家下狱还不知悔改，说，薛和旭那条野狗在哪儿？坏蛋，快放了我小妈！我哥哥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就想再害我全家！小妈，哼，你知不知道，她有多少次想置你们全家于死地？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让她自己跟你说，她对你们薛家下过多少次死手？下毒、纵火、刀斩。你说对了，把她带过来。进去。太好了，有小妈在，她会保护我们的。东阳不怕了。小妈，刚才那个坏老头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定远侯府全体还不快给雪衣卫统领奉佐人奉大人请安。侯爷，您……雪衣卫奉大人，朝廷内外何人不知道你呀？啥雪衣卫呀？话本上说过，雪衣卫
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务机构，他们凌迟、斩首、五马分尸、剥皮、刨落、宫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别瞎说。所以凤大人，你真想杀了我们？让他们狗咬狗。不管是凤座人灭了薛家，还是薛家杀了他，凡是发生，皆有利于我。至于那逆贼薛和旭，孤身一人，翻不起什么风浪。陛下派我潜入薛府，是让我查明你们是否窝藏前朝太子。查明之后，便杀了你们。但在薛府的这段时光，我感受到了从未感受到过的温暖，所以我一直迟疑。直到我找到了前朝太子的画像和账本的线索，我知道，我接近真相之日，便是你们大限将至之时。可你们给我带来的关怀和照顾，我若是对家人动手，实在是枉为人。你们起开！好你个王凤座人！你当时嫁进薛家，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就这样做一家人的？心里藏着如此大的秘密，无人诉说。孩子，你受苦了。你既跟我们开诚布公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不怕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当然有办法，大不了再牺牲一个薛家人便是。爹，这次准备牺牲谁啊？大哥，暖暖？不会是祖母吧？住手！你这个逆子，究竟想把我们薛家逼到什么地步？我倒也要问，我7岁的时候落水，你为什么见死不救啊？当年我是不小心推那个逆贼入水的，我立刻去救他，自己也落了水。可你光顾着救他，却不管我的死活。我才是你的亲儿子，可是你居然让他连我的名字都抢走了。一切都是命，既然你抢了他的玉佩，以后他的玉佩就是你的了，他的身份也是你的。你走吧。我不要，爹，不要赶我走，我把玉佩还给他，我还他100个、1000个。爹也舍不得你，但是或许这就是天命。爹会派一个旧部下，随你一起去南方。爹会让你有人守护，衣食无忧。你不是一直说想和爹去南方看看吗？现在有机会了。不要，爹，不要赶我走，还是知错了，爹。
以后不许叫我爹。带他走。是。爹，不要，爹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这么多年保护薛和旭，便要牺牲我薛有寿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是我呀？把我送到南蛮之地，我从小孤苦伶仃，到头来还要问我到底为何？我还要问问你到底为何呀？就是因为你愚忠前朝皇后，为了保护她的孽子家训。爹，我才是真正的薛和旭呀！本该躲躲藏藏一辈子的家训，现在逍遥快活，而我却要隐姓埋名。我7岁就没了自己的身份，我从小到大，我孑然一身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你才是和旭啊？和旭才不像你这般粗鲁无礼。大哥，暖暖，你们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和旭呀。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玩，大哥和暖暖不是最喜欢我了吗？你们好好看看我，现在的那个薛和旭是假的。怎么？你们不信啊？不信你们问问爹，是不是他在我7岁的时候，把我和假的薛和旭给调了包，才让我们一家人今天在这地牢里面团聚？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你，就是因为你，薛富贵。你是我的孙儿，祖母认得你。有寿，你当日到薛府来驱邪，你当面承诺我要保护薛家，这就是你保护的方式吗？你让我等，等来的是我们全家坐牢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哎呀，既然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前朝太子，好啊，我为何不将错就错？这皇帝家祭做的，我家训也做的。家训，有寿，你这个逆子，你这是欺君，你这是谋反！爹，别着急啊，等我当了皇帝，我就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，咱们薛家也不用战战兢兢的活着了。我这是为了大家好，这怎么能是造反呢？所以你一直参与其中，从一开始就隐瞒你的真实身份，利用公子对我的恩情。你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魔头，你还妄想别人为你争风吃醋？带着你的逆贼薛和旭，一起皇权作伴去吧。